好，我们继续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在11月6号，他特别在白宫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这5个中亚国家的领袖举行了C5+1的峰会，希望透过各种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突破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啊。但是中亚5国当中呢，除了丰富的稀土资源以外啊，像哈萨克它的铀产量是全球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蕴藏量非常的大，土库曼则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呢，也都在开发新的矿藏。好，所以从资源上面来看啊，陆老师先带我们了解啊，刚刚提到的中亚5国，因为川普也不是随便挑的啊，这5国绝对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呐。5国的矿产的蕴藏量大概有多大？是相当大，尤其他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产量，就是它的就是它里面有所含的稀土的量是非常大，就在全世界大概是前10名。那当然，哈萨克斯坦它在铜方面是全世界第5名。那金呢？黄金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都有黄金，还有锌跟铅，还有锰，还有铬。那像土库曼，它还有这个天然气，哦，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矿产的资源。对，所以美国跟他这样的一个合作，是希望我将来在稀土的战争里面、稀土的对抗里面，我至少我的来源方面是有多元的来源，我不要只有不可能再依赖中国，或者只有靠澳洲还是靠英国、土耳其，那看来都不希望只依赖一个国家。我希望我的矿产来源是多元的，但是将来未来的技术跟提炼的这个能力，那这可能中亚5国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寻求其他解决方面。这只是解决它短期之内它的矿产来源能够不虞于伐，但是它还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尤其我们知道稀土的这个开采面临很多的环保问题，还有法规问题，还有技术的提升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所能够完成的。所以中亚5国只是在矿产的来源上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力量，对，应该是只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川普也不是随便选人去开会的哈，就是当然邀请这5国呢，就因为这5国后面有美国需要的国家利益，尤其刚刚提到的是战略相关的关键资源啊，就是稀土哈。但是其实如果了解稀土的朋友也知道，稀土其实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一个就是成本，另外一个就是提炼的技术啊。刚才陆老师有点到，就你如果有这个丰富的矿藏，可是呢，你后续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提炼问题怎么解决，恐怕你还是得追本溯源的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除了拉拢中亚5国以外呢，川普最近还投下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震撼弹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他最近拉拢哈萨克加入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川普表示呢，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通话。他强调呢，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搭建桥梁的重要一步，而且宣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排队透过亚伯拉罕协议拥抱和平与繁荣。路透社就报道说，川普下个礼拜呢还会在白宫会晤叙利亚的新政权领导人，叫夏拉。美国政府呢同时也准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处空军基地，要进一步来部署美军。好，现在看到拉拢哈萨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美与双方来讲的话，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会带来多大的帮助？这个显示一件事情，虽然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不接受我要说什么，但是很明显，这次停火加沙战争停火，以色列算是赢家了，打败了，几乎是打败了哈马斯的政权跟军事能力。那美国也是几乎是很支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就是在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条件之内，几乎都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内塔尼亚胡的想法，美国也没有明显答应以后支持巴勒斯坦可以成立国家了，也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另外，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这个伊斯兰世界国家，比如说卡扎克斯坦，
也愿意跟以色列继续交往，甚至建交，对不对？那以后更多阿拉伯国家也会跟以色列愿意有交往、贸易，甚至加入 Abraham Accords 建交了。所以很多人很难想象，在这个战争的结束之后，以色列的这个不管是战略地位，或者在经贸方面、科技方面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的国家不会以后抵制以色列或什么的，会对以色列怎么样？真的不会。这个是大家都要记得。你觉得就以哈萨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未来如果考虑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好，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从以色列这边要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从以色列得到什么？当然是可以聊到投资、继续科技等等，甚至军事方面也可以，国防方面可以交流。那然后就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不对？那以前 Morocco 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美国就答应 Morocco， 你这个叫做这个目前算是内战地区，叫做 Western Sahara。本来美国的立场是这个地方是要经过当地人跟 Morocco 中央政府的协商，才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美国在川普1.0说，Morocco 你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我就认定这个 Western Sahara 是你的属于你的主权。所以其实加入 Abraham Accord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都知道，他们还是可以从美国拿到很多东西了。OK， 那叙利亚驻军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有一点 surprising， 有一点惊讶，因为川普在1.0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他要完全从Syria 撤军，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几千个军人，因为是要跟 ISIS 伊斯兰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件事情跟国防部长吵架了，对，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就离开了。那川普这次愿意部署的话，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而且其实很大的主要的考量，不是因为川普以后想跟谁打仗，不是因为要以后跟伊朗或伊拉克等等打仗，其实他是为了组织以色列再次攻打 Syria 的内部了。因为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已经有很多次动手，因为他们说Syria 在境内还是有运武器给恐怖团体，不管是在 Lebanon 或其他地方 ，Yemen 等等。所以为了维持区域和平，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或许因为这个考量，川普愿意在 Syria 重新部署。所以就回到刚刚你有特别强调一个论点哈，在川普的心中，他的 No.1， 他的第一个还是中东，第二个才是放在印太哈。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亚一直都是过去来我们都知道都是在中俄的势力范围，而且相对来说，比起美方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偏友好的哈。那所以现在呢，你这个要真的挖墙脚，你要来挖哈萨克啊这些中亚的5国，你挖得动吗？你怎么挖？你必须要诱之以利呀。你有什么利益可以跟他交换呢？你讲的很对啊，要诱之以利。问你现在你俄国还有多少资源可以给人家？你现在打仗已经打的自己都打得焦头烂额了。真的，乌克兰战争让俄国遭受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浪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自顾不暇。那个中亚这些国家，他就变成很难再像以前在苏联帝国或苏联解体之后的那个年代，俄国还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力。现在没有办法，尤其这些国家，你看到回教的力量。哈萨克70%是回教徒，主要是逊尼派；塔吉克98%是回教，就是穆斯林；乌兹别克96.5%，土库曼93.3%，吉尔吉斯86.3%，回教。对，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要下手的原因，就是说，中亚我一下手就可以拿一串起来，因为你们都是回教，你们中间是有宗教的这样一个联系，是穆斯林有联系的，而且又。